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水洗树脂能不能跟一般树脂的混合。所以今天的混合重点呢，就是这两瓶哦，水洗的韧性树脂跟这珊瑚白。这一篇其实主要不是要讲这两个混合的结果啦，主要是呢要整理一下我用的混合树脂的一个流程，介绍给各位。那其实你混合树脂呢，不一定是只有这一瓶。通常一开始我会去做混合，是因为国外有些玩家当时对 8K 树脂比较硬，有时候他们在要输出给客人的时候，好像容易会断裂吧，所以他们通常是用那一支ONYS 那一支树脂去做混合。那工程树脂呢，其实就是说它的特性跟我们一般的树脂比起来，它就是会有几个方式啊。通常会比较韧，那通常会比较硬，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要让你使用的树脂有一些更好的特性的，那可以去用这个来做混合。接下来呢，直接就开始吧。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最简单的混色部分。那混色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其实混色我跟各位讲你混色你就去找那个做花艺的，或是说做美甲的你看他们有些耗材，他们就有在卖这种色精的，对，都是光固化的只是说你混合的时候，你不要混太多啦，因为那个有一点会影响到它那个成型的那个。这就是色精，这些都是所以呢，混色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混料，首先呢，不要直接混。我一开始呢，我做混料的时候，我会先稍微混一下，那就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我没有混过水洗树脂，所以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跟一般的树脂做混合。那这就是结果。这个是水洗树脂再加上珊瑚白。那我跟你讲，你要混料之前，你先弄一点点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你放在室内就好了。像我室内，我就用这样一块遮起来就好了。其实光固化这个树脂，你把它倒出来，你在室内，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啦，除非它照到阳光。所以说你在室内的话，你不用担心它会固化。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官方跟你说，如果说你要丢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它曝晒或是说做什么动作，让它能够完全硬化之后再丢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看这样完全都不会固化。对，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混合之前呢，一定要先小量测试。你先混合一下，看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譬如说流动性变差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最糟的状况就是会凝固啦，那这个都没有我只混合一点点而已。好，接下来呢就是参数的部分接下来因为我是要把水洗韧性树脂跟珊瑚白做混合嘛那接下来我们先想一下要混合的比例。好这是水洗韧性树脂的参数，那这是珊瑚白的参数。那其实重点呢就几个而已。正常层的曝光时间，还有它底层的曝光时间，还有它的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就是说我今天在曝光完之后呢，我会有一个时间，要让它有反应，所以重点主要是这几个。然后呢，我现在这一次要混的比例呢，假设我就想要说让珊瑚白混合在20%左右。那珊瑚白混了28之后呢，我就直接把正常层的曝光时间呢，就是直接把它变成是1/5。你看就小于我们现在水洗韧性树脂的曝光时间啦。那这样呢，我就用水洗曝光时间水洗韧性树脂这一支的曝光时间来作为主要的曝光时间。这样就等于是不大需要调整。对其他参数的歌大家就可以就是这几个而已啦，这部分还没有很困难，对。那现在开始讲一下混料的方式。那混料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用量杯，那另外一种就是用磅秤。那先讲一下用磅秤的方式。首先呢，我们有空瓶的部分，我现在拿一个普罗森的空瓶，这个是普罗森的空瓶，那跟它水洗树脂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的。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重量，我把它放大一下，应该看得清楚啊，大概是100多克啦。
好，100出头。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实际上普罗森的整个没有用过的瓶子，顺便可以量一下普罗森有没有偷料。哦，你看哦，普罗森是没有缩减的，它上面给你标榜1公斤，真的是1公斤，然后还超过一点点，对，所以买下来是值得的，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说，我们混料呢，就是用重量啊。如果说我现在要混20%进去嘛，那我就是直接倒200克进来。对，当然这个瓶子是没办法倒200克了，因为你倒200克进去，这整个满出来了。对，不过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是第2种方式，就是直接用这个量杯啦。那这个量杯一样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想要混一点点就好了。像我刚才那样子一整罐，因为我用自动注料机啦，所以我会用一整个大瓶的。那如果说你是要混这样子的话，那你其实一样。譬如说你就给它倒到100，然后你现在我们是混20%嘛，那就加个20，那可能就在这边，就这样。那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个用重量一个是用体积因为其实2个比重你如果各位去看那个数值的参数的话，它其实每一次数值的比重大概都在 1.1 左右所以说变成说你混合的话呢，你就直接。你要用重量也可以，要用体积也可以，就这样，所以这部分不会很困难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使用这个啦，测试片。各位混料完之后呢，准备开始列印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直接印你想要印的东西啊，先执行这个测试片。好这2个各位觉得哪一个是有混料的，一个是没有混的？这个是我们的水洗树脂出来的，那这个是混料之后就混合20%3500所炼出来的，结果就这个样子。那各位我提醒一下，就是说测试片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会先把它加入到切片软体的时候，它通常会在你的载台中置中啦。我建议各位就是说把它移到边边角角，就是说哪一个载台比较，这样你要取下来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样你也会比较有意愿去使用这种测试片啦。其实这种光固炼印机啊，其实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刚买来的时候，结果你在炼印物件的时候，你印少的时候，结果你都把东西放在中间，你就持续使用中间那一块去做炼印，结果呢到最后你那块面板呢，出现问题的时候，结果就是几乎都坏中间，那旁边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是好的。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用炼印物件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让它都用中间去印，而是尽量让它分散到各个地方，随机这样摆这个测试片也是我们就把它放在边边角角这样的话可以多利用它。那另外是你要取下来也比较简单一点，你要铲到中间呢会比较麻烦。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边边角角，你要把它取下来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样你比较会有意愿去使用这种测试片啦。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啦。这个测试片就是说你印下去之后呢，接下来你就是看它出来的那个精细度怎么样。那这个呢，是因为我测试用刷子去刷它啦，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出来结果已经不错了。这调整后的参数就变这个样子。我调整后的。到这边呢，你测试片弄完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真正进行开始炼印了。其实整个流程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就是说混料的流程，我自己混料的流程就只有到这边。那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进行列印。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列印出来的成品部分。那首先是列印参数。那列印参数呢，一样我是把它调到30 μm。那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它跟我前一支那个水洗韧性树脂的参数是差不多的。那差不多，但是其实出来的成品的特性是有差异的。你可以把它想说它是韧性再加强版，应该这样讲比较妥当啊。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成品。那我就拿这个伪装很差的外星人列印这个伪装很差的外星人来看一下。那现在因为现在是纯白色了，所以有时候你还不是很看得出来细节。那各位看一下这个细节。这头的部分。那这是30 μm 解析度，那这个是先前使用珊瑚白没有进行混料的时候所印出来的。那这个是直接使用韧性水洗树脂所印出来的颜色。这个2个比应该也看得出来吧？
对，水洗韧性树脂印纯白色真的是相当漂亮。好啊，接下来我们加强韧性之后呢，像这种盖子也可以印啦。这个是那个陶瓷刀啦，其实以前就有了，现在最近又出了一把。那出了这个，结果它没有给你盖子，那我们可以让它印盖子。对。好啊，接下来我们因为韧性有加强过，其实我再拿这个来测试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拿这块好了，这感觉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吧？其他的韧性哦，你看它就跟那个先前那个300的特性有点一样，但是它还是会回来啊。对，那你这样混下去之后，其实像有些人不是会担心说水洗树脂它的特性就是说它怕可能会裂掉，可是其实我觉得本来那一只水洗韧性应该就官方有考虑这个缺点的，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裂啦，因为之前就发生过了嘛。那我相信他们在做水洗韧性树脂的时候，应该就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不过还是要等放一段时间以后，像我现在所练出来这个啊，可能还是要放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到底会不会裂啦。对啊，不过我现在用那黑色是不会裂的吧？当然你现在混入了珊瑚柏之后，那这个强度又更强了。对，它这个强度又更强了，至少不会说什么一摔下去就马上裂掉，这样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对啊，除非你是像我刚才硬掰啊，这种硬掰的。不过硬掰的话，还是一样，硬掰。除非你真的完全硬掰啦。对，不过那本来就底座嘛。那其他地方的话，不会有那种什么。你摔下去就直接裂掉，这种问题应该是没有了啦。不过本来水洗韧性树脂就已经摔下去就不会裂了啦。我说是自然状况的衰落哈，自然状况的衰哈，不是说你去用出力的方式。对啊，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是出来的成品啦。那最后让我们做个小结啦。首先呢，其实我会用这个珊瑚柏来混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洗韧性树脂啊，其实它本身气味很淡。那这一支珊瑚柏它气味其实也是很淡。我一开始最早期使用珊瑚柏去做混料，是因为这个珊瑚柏印出来的东西就是它会黏黏的，就是不好清洗啊。当然后面我知道是要用甘油啦，对，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尝试说去做混料。那各位如果说想要尝试混合的话呢，其实以模型的角度来讲，其实普罗森它还有其他支工程树脂也都可以做混合，只是说我个人比较偏好混接近白色的东西。那像国外的一些玩家，他们反而是比较偏好 YS 那两支，就是有一支叫 PO 410，还有另外一支 Impact， 两支都有看到有人在混合。那尼龙绿那一支好像也是有啦。那最近还有出了2支新的那个，好像是什么100的，那2支呢，应该也是可以拿来做混合。对啊，所以说工程树脂呢，其实它的特性就是会比我们一般的树脂强。对啊，你印模型的话呢，你想要让它的特性强化一点，其实你拿来混的话呢，我觉得也不会什么太糟糕的结果啦。对，因为真的韧性再加强一点点，其实对是有好处的。不过我觉得。我混这个其实不是要加强它的韧性，主要是因为洗的强度可以再加强。对，它水洗的强度可以再加强。因为有人说怕什么水洗会裂嘛，哈。但我是觉得应该是混就不会裂了，不用混合就不会裂。那混合之后，那当然又更稳定啦。因为像这种300这种啊，我现在印到现在，其实每一个都没有问题，每一个都没有问题，都是漂漂亮亮的。好呢，其实这一篇呢，主要就是要介绍混合的流程啊。对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呢，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买一瓶工程树脂来做一下测试。对，我觉得这样还不错，感觉不错啦。好，谢谢各位。